尽管有22个人可以证明这个主人公不在犯罪现场，可警察还是把他抓捕归案了，并且判了32年的监禁。如果这个主人公说自己是冤枉的，你会相信吗？作为电视剧里的情节，这并不算离奇，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构的，所以相信不相信都无关紧要。那如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你，你还会认为这只是个编造的故事吗？你光说了有22个人可以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们警察抓捕他的理由，对吗？这是明显带有了一种倾向性，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探讨的。哎，爸，我其实就是想问，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罪犯，他说自己没有犯罪，可不可信？每个罪犯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犯了罪的。如果我们相信罪犯的话，那监狱里就只能剩下管教了。难道罪犯当中就没有被错判的吗？记者同志，你到底想说明什么？不要绕这么大的圈子。好，陆明去监狱里看他爸爸了，他爸爸说自己没有犯罪。痴人说梦。宁佳怡，你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相信你父亲的话？儿子，东西收拾好了啊，别落东西。你机票带了没有？带了。护照、机票。你出发之前别忘了把我叫的那口诀背一下。什么口诀啊？你忘了？哎，你再说说。就是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行，爸，我记住。你这口诀怎么不落伍啊？现在啊，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只要有手机，什么都能解决。啊，就像咱们家的智能安防、智能电器，通过手机啊都可以操控。你过分依赖手机，你是病，得治。行，杨教授，你就别再教训我了啊！你得多理解好吗？你说你这啊，你妈要天天上班，我有话都没人说呀。你有话憋在心里边不说，也是病，也得治。你就别叨叨了，儿子，我跟你说啊，到了那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许熬夜，不许。妈，你那么忙，不用送我啊，我让我爸送我。儿子，好好的啊。行。走了，赶时间。张大年改造情况很一般，虽然他能遵章守纪，但是啊，他的悔罪态度不好。你好。哎，佳怡。小陆，中午我们一块吃饭吧。时间来不及。没事儿，我们可以快点吃啊。中午有事儿跟你说。好吧。那老地方见，我挂了啊。好嘞。哦，请进。白院长，跟你汇报2个事儿。那边坐。一呢，是针对执行局史泽峰的严重武器问题，全院和全省法院的廉政警示电视会议将在明天上午召开。您的发言稿，我会自己准备。对这个会，我们要高度重视，要充分体现我们对司法腐败的零容忍的态度。第二呢，还是关于员额制改革的事。这段时间啊，
魏汝娥的法官还是情绪不好，有的呢去找我谈，有的呢消极怠工，还有的想干不知干什么。特别是一些老法官，领导和同事们都不好意思，比较棘手。这件事儿我也正想跟你商量。省委已经同意我们在系统之内对魏若娥的一些法官进行交流，但是王书记也说过，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哟，我们能想的招不都想了？我有个想法啊，根据最高法关于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的若干意见，可不可以我们再创新一下，在立案环节加强调解工作？调解？对，有很多未入额的老法官，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们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无论是人情世故还是法律素养，都比年轻法官要有优势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取其长处，避其短处，那么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个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在立案环节加强调解工作，对于一些简单的案子，我们先进行调解。一旦调解成功了，那就大大的节省了人力和审判资源。这样呢，既解决了人案矛盾，又发挥了老法官们的长处，一举多得。你这个意见好是好，只是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改革嘛，就是尝试，本身也是积累经验。这样，你先找一些老法官摸摸底，如果遇到了问题，咱们到会上再研究。好的。佳怡。哎，来啦！我刚点好菜，你要不要再看一眼？啊，不用了。小罗，我今天去高院采访的时候，听说了一件事情：东方省高院要公开招聘法官。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更想做一名法官的。消息准确吗？高院政治部的李主任跟我说的，他说具体的招考规定呢，马上就会公布了，这个不会有错的。听他的说法，我觉得你符合条件。那我就报名呗。卢，你真的舍得律师这个职业吗？红星所的王主任可是很器重你的，他是把你当合伙人培养的。通过环保案呢，你这回又名声大噪，正是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如果考上法官的话，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甚至从法官助理开始干，你能适应吗？再说了，按你现在的趋势啊，收入会越来越高。如果当法官的话，你是不会挣到那么多钱的，说不定头上还会戴着各种各样的紧箍咒，你能接受吗？佳怡，有些事儿是与钱无关的。不过你说的这些，我会慎重考虑的。我的话就那么重要啊？你说的话就是圣旨。那抗旨不遵可是会上头的。您好，您点的菜来了。谢谢。给我吧。谢谢。二位慢用。谢谢啊。谢谢。罗，你爸的事情，究竟你是怎么想的？17年的案子了，没有新的证据，不能仅仅凭他的一句话就下一个定论，或者是有所行动。我是觉得有些荒唐。说的也是。昨天晚上我拐弯抹角的跟我爸说，想跟他讨论一下，结果还被他给训了一顿。佳怡，你现在不要跟你爸有冲突。我这还不是为你吗？陆明，这件事儿你就真的打算不管了吗？这不是你的风格。我想去高院查一下卷宗，
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不会不管的。即便是跟我不相干的人，我也不能置之不理。这才是路命。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今天下午，正好艾瑞克专利侵权案交换证据，我找时间去。哦。那你今天下午去，岂不是会见到我爸？嗯。那你让着点他，好的，行不行？好。我爸那边呢，我也会去多了解点情况，毕竟是他当年参与的案子嘛。这个案子有问题的话，那我爸他也有问题了。根据合议庭的安排，艾瑞克专利侵权上诉案将在3天后开庭。我受合议庭的委托，来主持这次艾瑞克专利侵权上诉案的证据交换。请问上诉方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有。我方委托第三方公司对 OW 备案的生产方法进行了验证，现在提交的是验证报告。验证的结论是什么？用 OW 备案的生产方法无法还原其产品。怎么可能呢？请问被上诉人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我方没有新的证据提交，但是上诉人所提出的这份新的证据内容很多，专业性也很强，我们需要带回去认真的研究之后，到开庭的时候再发表质证意见。那好，那今天的证据交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你好。你好。这是我的律师证，我想查一下张大年案的卷宗。这是委托书。请稍等，我先查一下原审法官是谁。好。这个案件的原审法官卜正南已经退休了。合议庭成员是立案庭的庭长程立栋，还有白雪梅白院长。白院长，进来。白院长，红星律所的律师陆明想见您。是为环保案的事儿吧？不是，好像是为张大年案。张大年？白院长。陆律师，久等了，请坐。对不起，耽误您时间了。不客气。陆律师，张大年的案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张大年的儿子。什么？没错，我是张大年的儿子。我也是刚刚知道，您是那个案子当年合议庭的成员。你父亲怎么样了？还在服刑。有17年了。对，17年了。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他没有罪。他是这样说的。我本以为他会悔罪，没想到他这么说。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案子会有问题吗？这个案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很多市民呼吁要求严惩罪犯。经过侦查，公安掌握了大量的客观证据，而且被害人和目击证人都进行了指认，这一点非常关键。一审的时候，张大年的供述虽然有所反复，但是最终还是认罪的。辩护人也是做的有罪辩护，数罪并罚，判了20年。但是在一审判决之后，张大年又以未实施犯罪为由上诉到高院来。当时合议庭非常慎重，因为毕竟这种情况很少见，特意安排了开庭审理。但是最终合议庭都认为一审的证据链完整，上诉理由不成立。从量刑上来看，在当时来说还是有些激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应该不会有问题。上诉维持原判。我是张大年的儿子。请开门。哟，你在家呢？怎么不开灯啊？生病了？谁惹着我们大教授了？这是？说话呀！无话可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那你还是爆发吧。崔小曼，他说我的技术生产不出我自己的产品。不可笑吗？这话里话外就是指责我，怀疑我借鉴了艾瑞克的技术。哎，如果我真的是整个剽窃了人家的技术，那怎么可能生产不出产品来呢？你说他们自己都难言其说。不管他说什么，你要找出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结论是谁下的？是艾瑞克找的第三方鉴定公司。即便是他自己委托的，那这个鉴定机构也必须是具备专业资质的，而且也必须是法院认定的。反正我一审赢了，这说明我没问题。一审赢了，不代表二审就一定能赢啊。那可就奇怪了，那你们法院判案遵循的不是同一个标准啊？一审、二审结果能够天差地别？怎么跟你说呢？法院判案子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双方的证据。如果一方有了新的证据，那二审跟一审的结果不一样，这个很正常的。就像现在，对方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据来证明你有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你没有问题。如果你提不出来，那法院就不能够支持你。我当然有证据，我的产品就可以证明。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啊。你别走啊！
那我可就在沉默中死去了。还是那句话，听律师的。非得让我舍近求远。为什么不悔罪？我不需要悔罪，我没有犯罪。韩总，签约仪式都准备好了。怎么样？走，跟我再上厂区溜达溜达。哎。 明白。签约仪式一过，这儿的一切也就不属于我了。想想也不容易，这么些年，哎，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失去的时候就觉出它珍贵来。韩总啊，不管怎么说，您还是股东，还是有话语权的。哎，就那么一说，你不是绝对控股，说话地位就窄了。所谓话语权，也就是个摆设，没多大意思。但是子明啊，不管怎么说，无论你今后是自个儿干也好，还是给人家打工，我都希望你能留在这儿。啊，什么时候回来，哪儿有我的人啊？再有一个，千万记住，违法乱纪、投机取巧的事，咱千万不干。嗯，韩总，我记住了。哎。韩总，我们工人都知道，你为了保住这个厂，为了保住我们的饭碗，才坚定冲突的。韩总，你待我们工人不错，我们都愿意跟你干。谢谢，谢谢师傅，是我没照顾好，谢谢你们热情。
链接重构，产融共创。感谢大家参加 HF 金控集团与智诚化工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首先呢，让我们响起热情掌声，有请 HF 金控集团李总致辞。战略合作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投资，更重要的是输出金融解决方案。我们 HF 金控集团将立足于自身的产业、金融平台、共享经济平台、社群经济平台，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共创共赢生态圈，实现生态圈中各攸关方的共赢增值。我们预祝未来的智诚化工有更大的发展。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李总热情洋溢的致辞。好，下面有请智诚化工的董事长韩志成先生致辞，掌声欢迎。各位大家好啊，我这个人呢，不是很有文化。当年创业呢，凭的就是两样，一个叫拼，第二个呢，还算说话算话吧，比较讲义气。想来呢，23年了，智诚化工从当年的一个小作坊，到今天成为一个企业。从当年的10几个人，到今天3000多员工，一路走来，颇为。但是呢，钱越挣越多，越想多呢，就越不嫌多。道越走越顺，走着走着呢，就会发生偏差，可能在某些方面就忽略了。做一个企业，除了有经济效益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叫做社会道。当这方面的意识淡漠的时候，就会出问题。现在想想，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一个法盲的行为，不懂得遵纪守法，所以造成了清水河的严重污染，让各位跟随我多年的工人师傅们跟我受委屈。在这里，我郑重地向你们道歉。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让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我的问题。同时，我还想借助各位媒体，向清水河污染案的受害群众道个歉。由于我们的管理不善，或者叫做短视吧，给你们的生活和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这个深表歉意，正式道歉。今天呢，我还要说一声感谢，感谢 HF 金控集团，感谢各位多年跟随我的工人师傅。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也是个重生的日子，同时也是我韩志成赎罪的日子。一个人犯了错误，该付的代价是要付。坦率地说，我前些日子过得非常不好，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好了，今天开始轻松了，该缴的缴，该还的还，让我们迎接轻松的生活，过好每一天。也希望各位跟 HF 金控集团精诚联合，好好合作，共塑我们智诚化工美好的明天。谢谢各位。
现在由 HF 金控集团代表志成化工向东方省高院执行局缴纳环保修复案执行款。穆律师，这是今天收到的传真，你们看一下。Michael 在吗？在的。这是谁干的？是记者了，当然是记者了，他们是干这个的。Michael，你能不能告诉他们一些真实情况，不要这样信口开河？我先生，你不要激动，请你坐一下，客气一点跟我说话。难道艾瑞克公司的专利方法被侵有不是事实吗？难道一审法院不是判决天津公司赢的吗？你不是也认为我们应该上诉吗？这些情况难道不现实吗？我们正是在维护咱们公司的专利权。现在案件呢也在诉讼期，是否侵权还没有定论。虽然我们一审判决呢，我们输了。那是因为我们的律师水平不高，举证不力。我也认为这个案件呢是需要上诉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案件来指责中国的司法不公啊。陆先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们国家一直有报道的自由，他们写报道是他们的权利。我无能为力，希望你能客观地看待这些。客观？我怎么客观？目前这个案件已经上诉到了东方省高院。据可靠人士称，天健公司所属的侵权技术属于东方大学，而负责这个技术的教授正是东方省高院院长白雪梅的丈夫杨振华。这个上诉案件能不能秉公审理？消息人士称并不乐观。大哥，这个可靠人是谁？消息人士又是谁？穆先生，你是艾瑞克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据我所知，你拿到的薪水远远高于你的同行的平均水平，而且艾瑞克还给你灵活的工作时间，你难道还不满意吗 ？Michael， 这是两码事，你不能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这是一码事。既然你拿着艾瑞克的薪水，就要维护艾瑞克的利益。OK？ 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是无法接受的，你可以提出辞职。如果是这样维护你们的利益，我宁愿不要这样的薪水。
宁主任，这件事情你得想想办法呀，不然的话……行，我现在就过去找您。好的。徐总，志成化工的侯总来找你。侯总。侯总。徐总，韩总出事了。什么？坐。韩总出什么事儿了？是这样，10几年前，韩总为了节省成本，在凤凰山的废弃矿坑里填埋了上千吨的化工废料。没想到，这些废料被发现了，已经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破坏。市环保局向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就开始排查。韩总最终向公安局自首了。哎呀，没想到志成还有这么个事儿啊！这事儿可不好办啊！对了，他人怎么样了？今天是 HF 金控集团和智深化工兼并重组的签约仪式，警察很给面子，等韩总讲完话才把他带走的。曲总，我知道您和韩总是好朋友，所以我想，现在只有你有能力帮他了。曲总，如果没有办法，也没关系。谢谢了，那我走了。请进。白院长，哎，来，玉姐，我有事向您汇报一下。坐。院长，最高法打来电话，说关注到外国媒体对艾瑞克专利侵权案的报道，让我们说明一下情况。你看，这是外媒的报道。这些报道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个案子是由欧阳春负责的，因为涉及到我的家人，所以我不好发表意见。你去找他了解情况，按照最高法的要求上报说明。好的。还有一件事儿，有的庭长问我，入俄以后庭院长都有办案比例，担心完不成。如果真的完不成的话，会怎么处理呢？援俄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确保优秀的法官配置在一线办案岗位上。那院厅长都是优秀法官出身，如果不能够按照比例完成办案的话，那岂不是跟改革目标背道而驰了吗？所以我认为，如果办案比例不足，那就必须按照规定退出援俄。主任，艾瑞克的这份证据一旦被法院采信，我们将十分的被动。马上就要开庭了，怎么办呢？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林主任，你说杨振华他为什么不肯为我们出具完整的数据？会不会他就是剽窃的？叶主任，徐总来了。徐总，走。徐总好。宁主任。徐总，我们正在等你。坐。宁主任，我想知道这个案子我们到底会不会输？这后边我们究竟该怎么办？目前的这些证据对我们是相当不利的，马上就要开庭了，除非我们能够拿出新的实验结果来证明这个方法是可以生产出 OW 产品的，并且和艾瑞克公司的方法完全不同。可是马上就要开庭了，还来得及吗？我可以申请让法庭延期举证。哦，可以这样啊？哎，好，
那我们就这么做。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杨教授不配合呀。我们曾经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也登门到他的实验室去跟他协商过，希望他能给我们提供全部的实验数据和原始档案，但是都被他以涉及核心商业机密为理由拒绝了。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韩志成出事儿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公安局抓人的时候，我女儿在现场。很可惜，她刚刚完成了和 HF 金控集团的兼并。这么多年了，韩总一直支持我，在我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帮了我。现在他出事儿了，我想帮帮他。现在他这种情况已经触犯了刑律，要想帮恐怕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知道，这次他是主动投案自首的。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帮他把他保释出来？投案自首，这倒是可以想想办法。那么谁来做他的保人呢？我。好，那我来想想办法。那就谢谢您，主任。谁来？副院长，艾瑞克提交的新证据您看了吗？啊，陈娟，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艾瑞克这份证据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天健公司有没有提出要延期举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就按期开庭。你知道吗？政治部告诉我，现在境外的媒体歪曲报道了这件事，就是要给我们审判施加压力。现在已经引起最高法的注意。我相信这是艾瑞克公司在背后捣的鬼，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哎，要不要跟白院长汇报一下？汇报什么？白院长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案子涉及他的家人，不要跟他汇报，更不需要跟他讨论。我若是去找他，不是自讨没趣。知道了。哦，对了，你把葛卫东叫来，我们一起再讨论一下。好。杨教授，我们出去说吧。杨教授，那天电话上我也是有点着急，还没注意，你别生气啊。今天过来专门给你道个歉。您要是真认为我是骗子，那索性咱们可以解除合同啊。杨教授，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天健为了这个项目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怎么能说解除合作关系呢？宁主任那儿我也去过，他说目前的状况对我们非常的不利，我们必须针对艾瑞克新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不是侵权的。那怎么证明呢？还不得靠您呢？靠我，你就应该相信我。相信我们当然相信，可你得拿出来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呀。就像宁主任要的那些东西，你得给他呀。那些资料涉及产品的核心机密，多少人在打他的主意。我这么做不是为取得你满意，更何况主要数据在备案的时候我已经提供了呀。他们说生产不出来就生产不出来，那咱们的产品哪来？天上掉下来的。杨教授，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法官不一定理解呀。一审咱们赢了，这就是法官对他们的理解。根据这些材料来看啊，我个人的意见，全在这儿。看看。喂，啊，白院长，好的，好。白院长让我过去一下，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好，那就这样。小李啊，有个重要采访，你去一下。好。有事啊？韩志成被抓了，您知道吗？知道，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知道呢？小宁，我跟你说啊，这有些黑心企业啊，胡闹呢，赚黑心钱啊，出事啊是早晚的。那主任，我做个深度报道好不好？好呀，太好了。但是呢，得等公安局正式结案之后再做啊。啊，好。就知道。喂，你好。喂，我是天健公司的曲小曼。曲总，你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出来坐坐。哦，有。
请进。主任，还没下班啊？我想把这个卷宗看完了，来坐。哎。现在看啊，艾瑞克的情况还比较乐观，宁致远应该会延期举证。如果没有申请延期，证明这份检测报告击中了他的软肋。暂时还没有延期的消息，静观其变吧。嗯，好。主任，我有件事儿，想听听您的意见。你说。您记得17年前在滨海市发生的一起奸杀案吗？罪犯的名字叫张大年。哦，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案子。我是张大年的儿子，我的本名叫张天明。你？前几天我去了一趟鹿溪监狱，见到他了。坐。当时这个案子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没想到竟然是你的父亲。这是17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本来只是想去看看的，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他说他没有犯罪，那事儿不是他干的。什么？他真这么说？所以我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办？那你相信他说的话吗？我一直都恨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去看他。他的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来问我，说明你选择相信他。但是我很矛盾，我又不能不管。我知道，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想要重新求证，难度非常大。以我的看法，在没有新的关键证据，仅凭你父亲说的话，想要申诉立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法律的规定，否则人人申诉，法律岂不成了儿戏了？我知道。去找一下当年的辩护人，他也许会给你线索。当年的公诉人，我记得是宁致远，你也可以找他求证啊。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已经退休了，合议庭的成员有高院的白院长，我特意去找过他，他支持我查阅卷宗。陆明啊，支持归支持，可是谁愿意自己审过的案子再生事端呢？你要有思想准备，即使你的父亲说的是真的，那也无法证明。这件事的难度太大了。佳怡，有个事儿啊，我想让你帮忙。您说，曲总。我知道你对智诚化工一直没什么好印象。曲总不能这么说，他们做好事儿呢，我们会关注；那如果他们做坏事，我们也不会放过。
这是做记者的天职。那他们之前兼并重组、履行判决，这是好事儿，我不是也去了吗？但是，这韩志成被抓，又爆出了丑闻。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还是怨王大力。当初韩总让他负责处理化工废料的事情，结果呢，他擅自做主，把废料倒进他老家凤凰山废弃的矿坑里。开始啊，韩总不同意，可后来确实是省钱，也就默许了。可现在出问题了，他非常的后悔，但是已经晚了。关键是那个王大力还跑了，还有清水河污染案的事情，我估计他也是中饱私囊，暗中和何太勾结捣的鬼。总而言之啊，韩总是让他给坑了。曲总，照您这么说，这一切都是王大力的责任。韩志成作为法定代表人，他一直是被蒙蔽的。这说得通吗？佳怡啊，我不是有意替韩总开脱，我的意思是说，看您能不能帮上这个忙。曲总，我就是一记者，我这真帮不上什么忙。啊，没事儿，帮不上忙也没关系的，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嘛。曲总，您看这样，要不去找一趟我爸，看看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他能不能想到一些办法。宁主任那儿我已经去过了。哦，那他怎么说？他已经答应了。你看能不能这么办？你在媒体上能不能呼吁一下，或者是跟公安局的人说一说？毕竟韩总是主动投案自首的，看看能不能从轻处理。其实啊，韩总这个人真的很不容易。曲总，我能做到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报道。这个我能理解的，啊。喂，警局，我们正在去镇威市的路上。对，接到线报，已经锁定王大力的位置。好，明白。哎，兄弟，哎，唐老大在呢吗？在这儿，在上面啊，谢谢啊。啊，没事没事。我来了，按照您吩咐，我都准备好了。一会儿边检过来，你先忙。好，听您的。
那儿，追！别跑！追！马上让一下！站住！站住！备受瞩目的艾瑞克专利侵权上诉案今天在东方省高院开庭宣判。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现场来了不少的外国记者，他们都非常关注这个涉及了中美两国企业的专利权纠纷。The lawsuit of the intellectual rights between the American Erics and the Chinese Tianjin company will be announced soon. Will the Erics win the case? This could be the litmus test that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is just.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专利权纠纷上诉一案，现在开庭。郑院长，最高法在东方省设立巡回法庭，对我们高院的工作也是很好的促进。是啊，这样对诉讼的群众来说也是非常方便了。这就是我们家门口的最高法了吗？王书记来了。朱院长，这就是我们王书记。王书记，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王书记，您看您工作这么忙，还亲自跑过来了。最高法巡回法庭的设立，这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意义非凡呢。同时，对我们东方省司法工作、社会文明建设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么利好的事儿，我这个东道主总得来祝贺祝贺吧。孙梅同志，你说呢？是啊，我们高院最欢迎了。你看，我没说错吧？王书记啊，真的非常感谢东方省委和省政府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还要继续支持。啊，来，行。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上诉人一审原告陈述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上诉方，美国艾瑞克公司上诉请求如下：美国艾瑞克公司拥有艾瑞克产品的方法发明专利权。滨海市天健公司使用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制备方法，生产功效与治疗目的相同的药物 OW， 并面向市场销售，侵害了艾瑞克公司的涉案方法发明专利权。艾瑞克公司请求依法改判。王书记，我先跟您介绍一下啊。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是党的18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主要呢，就是为了审理跨行政区域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我们会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努力把巡回法庭建设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同时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强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畅通案件的受理渠道，拉近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让家门口的最高法更加贴心，赢得民心。请上诉人美国艾瑞克公司举证。这份技术鉴定报告书的结果显示，按照天剑公司备案的工艺进行实验操作，其实验现象和结果均与备案工艺严重不符，不能获得 OW 核心技术所对应的产品，所以鉴定结论为，天剑公司备案的生产 OW 产品的关键反应步骤缺乏真实性，该备案的生产工艺不可行。请被上诉人质证。对于这份鉴定报告，我方不予认可。天剑公司通过生产实践证明，根据东方大学的专有技术设计的制备工艺，完全可以生产出 OW 产品。该鉴定报告仅仅实验了3次，完全不具代表性。我相信，这就是上诉人所得出的错误结论的根本所在。因此，该鉴定过程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天剑公司的完整制备工艺，也不能由此认定天剑公司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况且，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报告明确指出，天剑公司的生产工艺与上述人的专利方法明显不同，不可能落入其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能够设立在我们东方省，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我们东方省的关怀和信任。那么同时，也是对我们东方省的法治建设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要全力以赴地做好服务、支持和保障工作。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去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巡回法庭的工作理念、管理方式以及监督机制。学妹啊，我们的各级法院的广大干警们，是不是也应该多向巡回法庭的法官们学习？天剑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一方面称其备案的制备方法可以生产出 OW 产品，另一方面又称因为有些内容涉及商业机密，没有写入备案资料。既然关键部分没有写入，怎么可能照此生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当事双方均已认可 OW 系专利权意义上的新产品，双方生产的是相同的产品，使用的是相同的起始物。在这一前提下，根据专利法的规定，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证明其生产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责任。也就是说，天剑公司有义务向法庭证明其制备工艺切实可行，否则只能认为其方法落入上诉人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美国艾瑞克公司诉滨海市天剑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庭审结束，本庭将择日宣判。你帮着外国人抢自己同胞的科研成果，是人吗？著作文业就是你的职业啊！我只是一名律师，我的职责就是维护我委托人的利益。你看看，
还是为了利益吧？啊，为了利益，你就可以不要脸的？你瞎了？你不配在这个位置上。这里是法庭，不是菜市场。我知道，法庭只相信证据，没事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咆哮。如果你法庭是需要证据的，这个事儿我知道的，还讲不知道在哪儿。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你就是剽窃。你说什么？剽窃！剽窃！你胡说！杨教授，我完全同意王书记的指示，在这里我明确向你们表个态，作为政法委，全力的配合你们的工作。杨教授，出事了。啊，陆明，请你做我们代理律师坚持聪明的决定。我跟今天的庭审特别满意。我只是尽我本职而已。虽然没有宣判，我觉得值得庆贺一下。这样，今天晚上请你和穆先生吃饭，怎么样？不必了，我还有事儿，谢谢。白院长，怎么了？怎么了？白院长，今天庭审结束的时候，那个杨教授有些气受，所以晕倒了。阿阳，阿阳，阿阳，你冷静一点啊！我最近心血研究的技术，怎么就竟然不出自己的产品啊？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哎呀，慢点，老杨。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老杨。法院如果不能为我主持公道，那你们就是帮凶，这是强盗的帮凶。老杨，你，哎呀，不行，我要跟审判长去谈。他不可以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怎么了，老杨？也不可以听他们凭空捏造的那什么证据，不能相信那个。老杨，你别闹了。有。躺好了，给我。虽然说已经宣布休庭了，可人毕竟是倒在法庭上了。这个法庭上有摄像头啊，这咱没责任。关键就是怎么跟白院长解释。当然，白院长不会怪罪咱们，但也不能说咱没有责任呐。我们反应确实不够快，如果法警能够及时拦住他们，也许就不会发生冲突了。这难说。那法警当时拦他的时候，他正好摔倒，这更扯不清了。要不，咱们到医院看看他？哎，那怎么行啊？我们在审案子，审判长在案件审理期间去看望乙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这无私也有弊呀。是。再说了，白院长也不会同意的。请进。于大夫，我来是想问一问我爱人的身体情况。你不用担心，目前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呀，他是血压升高引起的昏厥，回家静静休养就可以。不过你回去之后还是要注意他的身体，不能情绪激动，要稳定情绪。好，我一定提醒他。那谢谢您，我先走了啊。好。佳怡，佳怡，你怎么了？哦，
事儿，就是听你刚才说完，心里有点难受。是不是因为我和你父亲？哦，不是。虽然我不愿意看到你和我爸再有冲突，但是你们毕竟是律师，你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客户去争，这个我能理解。那是为什么呀？陆明，你觉得杨振华真的抄袭了艾瑞克的专利技术吗？不排除这个可能，至少目前从证据上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刚才听完你的描述，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和愤怒，我甚至都觉得他是值得同情的。大姨，人总是同情弱者。说实话，我也不喜欢麦克，甚至有些讨厌他。但是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相信证据，相信事实。那我问你，关于你父亲的案子，你选择相信他，难道是基于事实，不是基于感情？小陆，人是感情动物，在判断事物的时候，很有可能凭的就是自己的感情，所以对于判断结果并不准确和客观。大姨，你说的对，在我父亲的问题上，我现在确实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不管我怎么样恨他，当我面对他，站在他面前，听他说那些的时候，我不可能无动于衷。那你下面准备怎么办？我想知道为什么。贾主任，您好。哎，杨教授，二审结果怎么样了？应该没问题吧？还没宣判，应该是没问题。那就好，那就好。有消息就告诉我，校长很关心。我怎么听你声音有点不对劲呢？我有点不舒服，没事没事啊，我挂了啊。哟，大杨，吃点东西吧，啊！一直都是你照顾我，现在终于给我机会好好照顾照顾你了。来，我最拿手的鸡蛋西红柿面，快吃一口，来。我知道，以后
我还能不能给你做面？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每天帮你拿拖鞋，迎接你回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咱们俩的寓言故事？反正我不行。如果我要是走到你前面，你就等。老杨，别瞎说啊！上了岁数啊，身体就是容易出问题，有点风吹草动的就都受不了。可是越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越得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情绪啊。我一直认为啊，家里有个医生，那这家人基本上挺长寿啊，因为有医生的关照。那如果家里有个法官，家里人遇上案子，那对方基本就是末日。可是现在呢，我就偏偏死在了案子上。你去给我拿张纸，拿个笔，我要把该说的写一写，我要留点话。哎呀，老杨，你到底怎么了？我医生可不是这么说的。医生怎么说的？医生说你就是血压有点高，休息休息就好了。医生说的不对。行了行了，老杨，差不多了啊，别装了。真的。来。你说了，卖白菜，人家干这个的啊。如果晚上下班顺回2个白菜帮子，不过分，对吧？大厨，他今天料下的有点多啊，为了避免浪费，打个包带回家给老婆孩子尝个鲜儿，不犯法。这叫干什么吃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现在跟什么最近呢？法官，是吧？我总得感觉到有法官庇护我的感觉吧？那法院的光芒应该有一束单独的照耀在我的身上啊！我的心态是有优势的。那如果我要是在银行上班，每天的零钱我说能拿回点来。那不行。我要是造炸弹的，每天能背回2颗来。对，可以。可以什么可以？问题是你现在回避了。回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可是咱俩有关系啊。你作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你给我出点主意，出谋划策。我现在被人欺负了。那说了这么半天，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对吗？我要是真的犯了错误，你的病就不是装的了。我没有别的意思了，啊，我从来没有说让你去跟相关的人员打声招呼啊，去递个话，你不要误会。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啊，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知道你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可是，跟下边的人有这么相关的一个眼神，总是可以的吧？啊，对吧？这不过分的，是吧？让他们去理解嘛。说了这么多，我怎么没明白，你到底在着什么急呢？现在案子不是还没判呢吗？我有这句话我够。哎，听说了吗？这次庭审咱们主任啊又出师不利了。真的吗？啊，对方提出了一个什么鉴定报告，据说是个重磅证据。
我一直认为吧，有的人生来就是天敌，这个陆明就是咱们宁主任的天敌。各位，主任早。早。主任早。主任早。请进。白院长，这是明天的会议材料和昨天党组会确定的近期各项重点工作，您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抄送各部门。啊，进来。你先去吧。好的。欧阳连长。坐。怎么了？白院长，杨教授晕倒在法庭，我作为审判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控制好法庭的秩序。这个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是老杨自己的问题，跟法庭没有关系，你不用自责。如果晕倒的不是杨教授，你肯定会说，当事人晕倒在法庭上，我们没维持好法庭秩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呀，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好吧？还是那句话，不要有顾虑，不要受干扰，秉公办案就可以。你放心，这也是我的原则。好。啊，今天来主要有一个事情，省法制办的魏副主任来了个电话，说有一个状告省政府的案子，他想来见你一下。状告省政府的案子。好，如果我在院里头有时间的话，可以见。我就这么答复他。好。好。喂，啊，宁主任你好。哎呦，这个真是太好了。啊，宁主任，谢谢你啊。看来你的为人很不错，有朋友担保你。告诉你啊，取保获审期间，你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未经允许不得离开滨海市。住址、联系方式，一旦发生任何变化，24小时之内向我们汇报。传讯你的时候随叫随到，不得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和伪造证据，明白吗？好的，明白，您明白，谢谢啊。不用谢我，谢你的担保人吧。告诉你个消息，你的老部下王大力已经被我们抓获了。是吗？真是法网恢恢。看他的审问情况，我可能会找你询问。好的，您放心，我一定配合。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出去以后别想三想四的，老实待着。您放心，不会的。徐总在那儿，你们聊，我去外面。好。徐总，志成，多谢多谢多谢，出来就好。你出事之后，欧总来找的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他。您回酒啊，谢谢。什么话也别说了，出了事儿啊，就看出朋友来了。有你这么一红颜知己，知总，知总，干嘛和我说这么见外的话？志成，这一辈子时间还长着呢，以后啊，我希望你好好的啊。哎，人呐就这么，没有近道，
当初走的时候以为是个近道呢，到头来还得绕回来。来，喂，你出来，我们干一下。干杯，干杯，干杯！多谢。啊，这是我们白雪梅白院长。哎呀，您好，您好。魏副主任，欢迎你来我们高院啊！好，来，请坐。我今天来啊，就是落实一件事儿，是这样，有一个状告省政府的案子啊，咱们高院呢已经立案了，并且通知开庭了。对，我听欧阳院长说了这件事情，还专门问了一下，是有这么一个上诉案，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啊，这个案子没那么复杂，省政府呢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是有依据的，没有任何错误。咱们高院啊，应该在立案之前和省法制办通个气儿。魏副主任，这个我要跟你说明一下啊。二审的上诉案，无论什么理由，只要上诉就应该立案。所以，群众上诉告省政府，我们没有理由不立案。是这么回事儿。那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是哪位？我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魏副主任，行政诉讼法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阻碍和干预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这，两位院长，我今天来就只是问问，没有任何要干涉的意思。那这样，我看大家也都挺忙的啊，我就先告辞了。魏副主任，行政诉讼法第3条还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也就是说，状告省政府的案子，省长应当出庭。这么小的案子，省长怎么可能会来？后面还有一句呢，如果不能出庭，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也就是说，可以委托他人出庭。怎么了？情绪不好啊？我也正烦着呢。从庭审来看，情况对我们非常的不利，只是没有宣判而已。一审不是赢了吗？我也搞不清楚啊。据宁主任讲，杨振华不配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化学的制备工艺来看，很多东西太复杂了，而且很多东西啊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要是从杨振华一脸无辜、委屈愤怒的样子来看，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可从艾瑞克提交的证据来看，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学术骗子。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真的有问题，我这1个多亿的投资就真的打水漂了。不是，那个杨振华真有问题吗？那你那个王大力看上去不是也是忠厚老实，没什么问题吗？可看起你来不是一样没商量吗？那倒也是。小白，你这也真是不容易啊，自己一摊子事儿，还得管我。来，别烦。哎，进来吧。主任，高院通知，明天宣判。知道了。主任，您需要休息了。明杰，坐会儿。我想听听你的感受。主任，我觉得陆明是一个
优秀的律师，他很聪明，身上有股钻劲儿。从环保案到知识产权案，我们都是从主动变为了被动。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的能力。主任，这个案子他只是有点取巧而已，再加上杨教授的固执，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如他。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挖掘事实的真相，善于通过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件事物，这恰恰是一个优秀律师所应该具备的能力。这一点，你要好好的学习。我会的。去吧。马大力，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吧？先说说凤凰山的事儿。凤凰山是什么事儿？你跟我装傻充愣，一点用都没有。就光你伪造合同、骗取制成化工处理费的事儿，就能判你几年了？田队长，这事儿外边说的风言风语的，你说何太死了，现在把所有的事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事对我是不公平的。何太死的当天，你在干什么？我不都是跟你们说了吗？那天我在单位上班啊，这不是韩总可以证明吗？啊，我说错了吗？王德利，如果没有把握，我也不会跑这么大老远儿，把你给抓回来。我呢，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要是让我都说出来，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还有，如果要是你这样的认罪态度，可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没关系，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嗯。喂，田队，我是宁佳怡。哦，宁记者啊，有什么事儿吗？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新闻。哎，对了，田队，你可不够仗义啊！你抓着王大力，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正在审呢。真的？还被我蒙对了。田队，你等我啊，我马上过来。太好了，小李。哎。抓着了。怎么了？抓谁了？抓着王大力，田大鹏还不告诉我。走，赶紧公安局爆炸性新闻。好嘞。再狡猾的罪犯都蒙不了我，你宁佳怡可以啊，还会使诈。是谁说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的？是谁说话不算数？你算不算使诈？好了，宁记者，我看你带摄像机来干什么？采访啊，田队。我们能不能进去拍拍王大力啊？你想什么呢？你这话都不说完就挂电话，这个真不行。田队，你又不仗义了，你总不能又让我空手而归吧？
宁记者啊，你总不能让我违反纪律吧？这样，这个案子审出来，等对外可以公布的时候，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吧。那还有没有别的消息啊？韩志成取保候审了，你倒是可以从他那地方挖点故事。取保候审，那不就等于说是放了吗？哎呦，宁记者啊，这取保候审和放了可不是一回事儿啊！如果我要有问题的话，我可以随时把他抓回来，明白吗？那行吧，那你记着，你可欠我的。哎呀，我欠的债多了，也不差你这一笔。行吧，那我们就不打扰田队了。走吧，小李。好，姐。我明天开庭宣判。我去，他当然得去。没事吧？我身体没有问题。哎，小梅，我知道，明天早上9点。好，明天见。小梅，律师通知我，明天上午开庭。这什么意思啊？我有想法。我想，你说啊，你看明天就宣判了啊，就是此时此刻判决结果其实已经有了啊，有没有可能给他们打个电话问一下呗？少我心脏扑通扑通。你觉得我会打吗？哎呀，这个合议庭最后判决的时候，怎么可能？你明天其实根本就不用去。明天开庭只是宣判，你去与不去，结果都是一样的。想多了。这都对上了。本案双方均确认 ，OW 系专利法意义上的新产品。根据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本案中，天健公司应就其 OW 制备工艺不同于艾瑞克的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根据第三方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天健公司备案的工艺制备方法不能获得 OW 产品。天健公司既未对鉴定报告中的实验方法提出异议，也未举证证明其备案工艺能够制备 OW 产品。据此可以推定，天健公司 OW 项目的实际生产工艺落入了上诉人艾瑞克公司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现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撤销一审判决；二、被上诉人天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OW 产品；三、被上诉人天健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赔偿上诉人艾瑞克公司各项经济损失1345万元。1、2审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驳回上诉人其他上诉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谢谢。穆先生，你应该习惯喝咖啡，因为你现在是艾瑞克人，应该跟国际接轨。我长着一副中国人的肠胃，恐怕呀，真的习惯不了。这次我们能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和你有很大的关系。我会向 Steven 汇报，给你加薪。谢谢。法律呢，相信事实。这一次的官司赢了，我也很高兴，毕竟我也是公司的一员。要说到这个功劳啊，我觉得应该是我和陆明律师共同努力的结果。OK。原来我对中国的法律还存在偏见，认为在这个人情社会没有什么公平。现在我们能在高院法庭上战胜对手，说明我看法错了。Michael，你这句话呢，依然存在着错误的偏见。你不能因为输了就说中国的法庭不公平，赢了就公平。在中国呢，法律是越来越完善，执行呢也越来越严格。当然，我不敢说所有的司法个案都没有问题，但是哪些国家的全部司法个案都没有争议，都是完美无瑕的呢？在美国1994年的辛普森谋杀案，当时引出了很多的争议啊。有的人认为呢，他的判决是好的，但有的人认为判决非常的荒谬。当然，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但你认为你怎么评价？所以啊，不要因为个人的利损去主观臆断。OK。你怎么回来了？哦，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博渊来电话，说他的论文。我在问你，你怎么回来了？老杨，你是专程回来，告诉我宣判结果，是吧？老杨，你别激动啊，来，咱们坐下。既然这样，法院判决侵权成立，停止生产和销售 OW。天健公司要承担赔偿金和诉讼费。老杨，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我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不管你有没有真的侵权，我们都得面对这个结果。我相信你，可是法律就是法律。法律不信。什么法？
颠倒黑白。哼，那 OW 救助我的科研成果，那没有错的。东方大学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他们都知道。我的学生，高院长、贾主任，还有生物医药界的我那些教授同行们，我在科学周刊上发表过论文，我在全国科技创新的大会上做过演讲，电视台、报纸都采访过我，都不算吗？你们法锤一敲，我 OW 成了剽窃的东西。那我想，那还是个什么东西？我岂不是成了偷窃别人的专利、沽名钓誉的贼呀？白院长，你是高级法院的院长啊，那现在你告诉我，这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应该怎么向别人解释？老杨，你先冷静一下。我没办法冷静。那徐总是求着我跟我合作的啊，把我那么多钱在项目上，你们法庭一敲，他的钱打了水漂，我怎么赔偿？我怎么跟他解释？我怎么面对他？从现在开始，我这个贼没人去丢。在野，上车。你这是来接我呀？对啊。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请你吃饭。陆明，我今天哪儿都不想去。怎么了？你是赢了官司，心情大好。可是你想过我爸吗？他最近身体不好，经常犯心绞痛。我想回家照顾他。我送你回家。嗯。佳怡。嗯。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我生谁的气啊？我就是心情不好。我爸也算是一个有名的律师了，2次官司都输给你了，更何况我们俩还是这种关系，他是一直反对的。我怕他心里会不好受。其实我能感觉出来，我爸一直想在法庭上战胜我。哪怕是1次也行。现在你们2个人这样，我就是不知道，我夹在中间，我该怎么办？我承认，我一开始就是想赢他，可现在赢了也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父亲。
我也从来都是为了我娶了一个院长妻子，我人前显贵，我脸上有光。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树，我的责任就是每天给它浇水。我看着它茁壮参天，至于上面的果子，我不敢伸手，甚至没想过。可现在不一样，有人已经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可以熟视无睹，你视而不见啊。那我娶你有什么用？我就算娶一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她也知道嘘寒问暖，也知道疼我。别人欺负我了，她能不冲上去啊？不管啊！你们法院是干什么的？不是保护好人，不是除恶扬善的吗？哦，就是因为你们有了规定，你们就没有了人情；就是因为你们有了纪律，就没有世故了。你们是人吗？你真以为你们是神？算了，唉，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向你说一个求字。老杨，你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学法律的，就知道我的理想。后来我做了法官、庭长、副院长，一直到院长，每上一个台阶，都离不开你的支持。工作的时候，我必须要恪守一个做院长、做法官的职责。我每说的一句话，每一个判决，每一个决策，都要深思熟虑。我不能出任何错误，我不能像别人一样有正常的社交，我不可以随便出入任何公共场合。我要时时警惕陷阱。我每天都要反复地反省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做错事儿。这么多年，我认识了这么多人，可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其实做法官，就是应该很孤独的。在生活中，你一直宠我，一直让着我。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你这样对我好。如果我不是选择了这个职业，我当然可以像别人一样跟你一起哭，一起笑。我当然可以为了你不顾一切。可是没有如果，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职业，就等于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法官，是我的理想；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是我的原则。我应该怎么办？如果有新的证据，天健公司还可以向最高法申请再审，或许
你们还有机会。这就是你给我的主意。还是要向最高法申请再审。你领导下的东方省的顾问都解决不了，我的结发妻子都保不了，我还能找谁？卡萨帝，云顶。办法想到，众筹哎，少剑，你能别急，万一这是歹徒，小草这么去就危险了。你这暴力已经，我才不怕的呢！我拉来的客人，我自己解决。你们都起来！别动！你们想想，岂不是影响咱们的生意？你们想想。哎，佳姐啊，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美剧里头那个男主角啊，怎么样？放出来了吗？爸，你怎么关心起美剧来了？今天闲着没事儿，跟你聊聊，放松放松。你该不会是故作轻松吧？哎，男人就是这个样子，不肯释放自己的情绪。那怎么着？照你说，我输了场诉讼，还得大哭一场？当然不是了，输赢乃兵家常事。评价一个律师不能简单的只看案子的输赢，这可是你教我的。懂得这个道理很好。那我就放心了。我爸永远是一棵顶天立地、屹立不倒的大树。这马屁让你拍的，舒服不？舒服。爸，那你现在后悔吗？后什么悔？后悔当初非要用激将法逼陆明来接这个案子呀。作为将军，最怕的不是战死沙场，他最担心的是被人们当作胆小鬼来怜悯和同情。所以，我从来不惧怕任何对手，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爸，你知道吗？其实，陆明赢了这个案子，他并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不想让你拿回来。哎，爸，你评价一下陆明在这一次的案子当中的表现。我从来不评价同行。哎呀，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嘛。谢谢。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啊，陆明并没有做出什么稀奇的事情。所有有经验的律师都会这样做。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天剑公司备案工艺不完整，而杨教授又不听人劝，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无非就是两点：要么他就是刚愎自用，要么就是他真的有问题。否则的话，艾瑞克公司根本就赢不了。所以说，输掉这场官司的不是我宁致远，而是杨振华；取得胜利的也不是陆明，而是真相。那照你这么一说，他也就是一般般。我们公正的讲，在年轻的律师当中，陆明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爸爸，你肯承认他优秀了？哎呦，我这宝贝姑娘，你真得去看看。好，去看看。先去看看病。调皮。早餐，下去吃点东西。一夜没睡了，不吃点东西不行。
那你就先睡会儿，改天你在家好好休息。我今天院长接访日，得赶紧走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给我打电话啊。你好，我想找一下郑红郑律师。郑红，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没有。啊，是这样的，我17年前有一个案子，是郑红律师做的辩护人，我想找到他，就是你们所的。能不能麻烦您帮我问一下，看他后来去了哪里？我帮您查一下。谢谢。喂，你好。您好，钟律师的确在我们律所工作过，不过他8年前就已经离职了。那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没有，据说他已经移民了。谢谢。陆老师，主任找您。我知道了。走。好。哎，来。主任，您找我。啊。陆明，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陆明，我已经和我们律所的合伙人谈过了。我现在正式跟你说，希望你成为我们红星律所的合伙人，这也是给你的奖励。的收入跟咱们优秀律师相比，并不高啊。主任，我不是对律所不满意，也不是嫌待遇低，只是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做法官的梦。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司法女神的雕像，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我会做一名法官。
身披法袍，就像这雕像一样，一手执利剑，伸张正义，对奸佞之人绝不姑息；一手执天平，维护公平，让人们在正义面前各得其所。我会把所有的仇恨都踩在脚下，只用心灵去感触，去观察，让这个世界在秩序中拥抱和谐。主人，这是我心中的理想，与钱无关。我理解你，也支持你。如果你离开红青所，我们是少了一位优秀的律师，但是在法庭上，一定会多一位优秀的法官的。好，谢谢。白院长，我知道这个案子你们执行局也是尽心了，可是对方想方设法的逃避执行，希望法院能再给他施加点压力。您看，今天执行局的法官也都在这儿呢，我们会把情况带回去落实，一旦有了线索，会第一时间给你反馈，可以吗？好，谢谢白院长。不客气。谢谢啊，再见。再见。这个案子你们要落实啊，有问题及时沟通。老杨，你怎么？我来找法院领导解决问题。有什么问题咱回家好吧？家里不能谈工作，那我就到法院来。那我今天我就是作为一名普通群众，我到法院来信访，不是，我来反映问题。我反映问题总行吧？你就坐，咱们就坐在这儿谈。四位，你去看看艾瑞克这个案子法官在不在，请他过来一下。好。这就是我全部的原始资料和档案，都在这儿。这些资料就是我历经了8年的心血，它见证了我 OW 项目从无到有，这个过程有多漫长。他们不知道，你知道。陈俊，白院长找你。白院长找我？快！什么事儿？你一直工作忙啊，周六周日不休息，我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我心里太明白了，因为这么下去时间长了，咱们俩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你会越来越不把我这个老公当回事，所以不能这样，我必须要找事做，所以我才把照顾你之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科研上。我一个人啊，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闷头做实验，没白天的课业，那个过程孤独、痛苦、漫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成果，
我也不知道下一个步骤会出什么错。可是我就坚持做，前前后后700多次失败了。现在我成了，我终于成功。通过和天剑公司的运作，这个成果已经走向了市场，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解除病痛、降低痛苦的又一选择，这不是好事吗？多好的一个产品啊！这就是我的孩子。而现在，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授。你们否定了我的科研成果，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招谁没惹谁呀？啊，我平白无故就侵了别人的权利，侵谁的权利？关键，你们法院竟然也这么判！白院长，请你们告诉我一句话：法律不是尽可能的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吗？可为什么到我这儿我没有这种感受？我没有感受到，为什么？你就是审这个案子的法官是吧？我想问你一句，你调查研究了吗？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艾瑞克公司的一面之词呢？他们抛出了一个什么鉴定报告，你就不需要采信吗？我请问你，你依据的是哪家的法律啊？老杨，你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我以一名法官的身份告诉你，这个案子在高院2审已经结案了，从法律上讲是终审。另外，你并不属于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你既不是上诉人，也不是被上诉人，你只是天剑公司的关联人。就这个案子而言，你无权指责我们的法官。如果你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有异议，那也只能通过天剑公司向最高法申请再审。至于最高法是否受理，结果会不会有改变，那是法律说了算，明白吗？我不明白。你不要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我，要认认真真的解决问题，这是根本。你是高院院长是吧？所以你必须要为法院所有的案件负责，你必须要对法官的愚蠢负责。杨振华教授，你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要懂得最基本的文明礼貌。任何人没有权利在这儿大喊大叫。法院是讲道理，不是撒野的。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法官做的不称职，你可以去东方省人大要求罢免我。你以为我不敢？你们是不是就以为我们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就可以低眉顺眼的，永远被人欺负是吗？不管什么人骑着我们脖子上拉屎，我们连屁都不敢放吗？休想！休想！休想！请进。陆老师，丛师傅来了。哎，你好，丛师傅。哎，小周，拿瓶水。哎，好。您坐。好。丛师傅，您怎么来了？哎呀，陆律师，我着急呀。我那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啊？目前还没有接到法院的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不过您得抓点紧。我听说有的案子一拖好几个月，那哪成啊？那倒不会，丛师傅，我得跟您说，打官司啊有输有赢。我仔细研究过您这案子，胜算不大。陆律师，
您什么意思？我是说，上诉的意义不大。我这么跟您说吧，上诉的意义大与不大，我也告定了。我就觉得我有理，省政府没理，我从外天告定了。好吧，我尊重您的意见。啊，进来吧。黄杨院长啊，跟你汇报个事儿。说吧。院长接待日，您猜谁来了？说吧，别卖关子了。白院长的老公，杨振华。杨振华对艾瑞克侵权案的判决很不满意，几乎是大闹信访接待室。怎么会这样？白院长说什么？白院长很生气啊，就说了他2句，结果呢，他把自己带来的资料全掀了。后来怎么收场的？后来杨振华生气走了，整得白院长很没面子。陈觉呀，这件事就不要传播了，啊，去忙吧。知道了。院长，他们非要进来，我没拦住。有什么事儿吗？院长，我们想找您谈谈。坐下说吧。白院长，是不是有点打扰你工作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有什么事儿咱们抓紧时间说。我们3个啊，都是没有入额的人。今天我们就想问问你，像我们这样在法院工作了将近1辈子的人，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为法院做贡献了？怎么没有机会啊？咱们原额改革的文件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这文件啊，我们都知道。难道就是让我们去给别人做助理？那么就算是我们愿意做，那么有人愿意用吗？就是啊，院长，你得关心关心我们呀。咱们都是老同事了，怎么可能不关心呢？这个关心总得有点行动吧。自从名单公布后，何去何从，到现在也没个说法。我们总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大家都是做法官的，我们说话要讲究一个逻辑。首先，原额改革的考核方案是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之下，广泛征求意见，严格论证之后做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级法院能随意而为的。其次，考核近3年的业绩，并不是说就否定了以前所有的贡献。按照中央统一的政策要求，未入额的法官保留原有的职务和待遇，原来享有的津贴不变，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白院长，落选可以啊，谁让我们的成绩差呢？我们现在不是原额法官了，不能独立办案了，办案补贴也就取消了吧？肯定没有了。你看人家涨工资提待遇，我们呢不升反降。哎呀，回家都没法交代。没有入额的法官，可以按照审判辅助人员的标准来领取补贴和绩效奖金，这也都是文件规定的。哎，白院长，我说句话，您可别觉得难听啊。如果什么事情都按照规定来，你这院长还有什么劲？
路上慢点啊。哎，好嘞，白院长。你看人家涨工资、提待遇，我们总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我们想继续做贡献。你们否定了我的科研成果，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你们是不是就以为我们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就可以低眉顺眼的，永远被人欺负是吗？休想！休想！休想！老杨，老杨，你在吗？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师附东方大学。
郭源。哎，妈，你在哪儿呢？我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我爸打他也关机了。没事儿。我在你爸这儿呢。我今天下班早，所以我过来看看他。我爸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哎，妈，怎么了？妈，你说话，你别哭啊，妈。哎，对，我跟你妈在一起，没事没事。爸，怎么回事？什么没事啊？我妈都哭了。哎，好，挂了啊，挂吧。哎，爸。咱们回家吧。警官同志，能见见田队长吗？田队执行任务去了，没空。徐总，和谁？宁警真的是咽不下这口气，我真的要跟他打官司。和谁打官司啊？宁主任，我要跟杨振华打官司。这次法院判定我们侵权，这说明他的技术就是虚假的，或者是剽窃的。我要让他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我们天健不能就这么垮了。徐总啊，说实话，我们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办法？还能够有什么办法？宁主任，你可不能不管啊！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一招不慎啊，满盘皆输。关键是防不胜防啊！这合作之前，我就查阅了他所有的批文，没有问题啊。我也跟东方大学领导谈过了，也没有问题啊。退一万步不讲，就算是有问题，那你也早出啊！偏偏在我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而且是上亿的资金，那他出问题了，你们说这不是要害死我吗？曲总，别着急，坐下来，我们慢慢说。坐。曲总，现在还不到你跟杨教授去算账的时候。曲总，虽说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是终审了，但还不是绝路。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有路可走？对呀，我们还可以向最高法申请再审，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杨振华。如果他的制备工艺是假的，我们申请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这个结果。但假如这段时间他能够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所持有的制备工艺是真实的、是有效的，那就可以通过申请再审改变原判的结果。哎呀，问题是我昨天打电话，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
我们还怎么合作啊？我估计这件事情对他的教训也是蛮深刻的，应该有所触动。你们毕竟合作了这么久了，静下心来，认真细致的好好沟通沟通。好吧，听你的。说吧，田队长，凤凰山的事情，我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志成化工啊，当时刚刚起步，我们资金当时也挺困难的，所以工业废料这个处理方面，也没什么钱，然后我也没什么经验的，就自作主张的就把他拉到那个老家的山里边就给埋了。这些事儿韩志成知道不知道？韩总最开始是不知道的，他后来知道了，不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那你们志成化工发展起来以后，为什么还要把工业废料倒进河里啊？韩总给的工业废料的处理费用呢，比较有限，我有点见利忘义了，我就自己拿了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给了和泰。可是我真没让和泰往河里倒，我这次真的是没想到。哎呀，我这是辜负了这个韩总对我的一片期望，我真是太对不起韩总了。王大力啊，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可是你做这些事情，你就以为只对不起韩志成一个人吗？你对得起滨海市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吗？你想过没有？他们吃着从有毒土壤里面长出来的粮食，喝着被你们污染的水。我们在和泰被害的现场发现了一根香烟，上面有你的指纹啊！这不可能啊！我不抽烟，这个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不抽烟啊，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你会随身带包烟，没错吧？杨教授现在怎么样？还好，他得接受这个结果。雪梅，你说实话，你觉得这个案子判的有问题吗？在你承接这个案子之前，我就跟你说过，只要秉公执法就可以。判决书我看过，我觉得这个判决结果还是很得当的。谢谢你对合议庭的支持。啊，还有，那天咱们的魏副主任说的话是不是太硬了？别引起误会，伤着他。有吗？我觉得很客气啊。那你还真的想让李市长出庭啊？有什么不行的？哎呀，现在领导都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庭啊？哪个领导平时不是很忙啊？可是为什么有时间开会，没有时间出庭呢？还是重视程度不够，把出庭当成是丢人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观念的问题。话是这么说，但是行政诉讼法也是允许委托别人出庭的。是啊，可是如果一把手真的能出庭的话，那对提高行政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是有好处的。
还好我今天不忙。吃什么？老地方呗。上车吧。来，多吃点肉。哎，这个是俺们家新剩的菜，你尝尝。今天心情不错，你怎么知道？看你胃口了。那是，因为我爸对你有新评价了。是吗？是不是很不堪？怎么可能？他说你在律师当中是很优秀的。他真这么说？